士林那边呢 T18的地，因为这个黄仁勋 NVIDIA 呢想要用那块地做它的这个亚太的总部，突然红起来了啊。那一查，原来星光人寿当时把这个标了地上权，那大家就说你星光人寿买下去了2-3年都没有动工啊，你什么意思呢？等我们收回来，今天动工典礼了。所以台北市说这真开工还是假开工啊？因为你如果开工的话要挖要报，还是要报给市政府的你至少要报说我要开挖了等等，那没报啊所以呢大家都在瞩目然后呢说今天呢记者进不去，因为大门深锁然后呢也没有邀台北市政府，也没有外宾，就今天说宣布动工了然后说这是我们内部活动，动工我们内部活动那另外呢这个市政府就是他没有申报，如果他真的挖了，就要勒令他停工，而且要罚那结果呢他们今天没挖，就派了2台推土机去，然后呢这样表演一下就走了，所以也不能罚，因为他没有挖那他的总经理林维俊说呢，因为很多人说你是想跟市政府拿钱纳税人的钱等等。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要跟市政府拿钱。他说主要是因为，但是还是希望辉达留下，而且辉达呢，黄仁勋那边好像讲呢，这个有差额他们愿意付以辉达的角度来看，可能就差那么几亿、几十亿，大概不是个钱那另外呢，郝龙斌今天受访也被问到了说呢 T17、T18今天办了动工典礼。郝龙斌说，依照合约，他这个举动是可笑愚昧，应该适可而止他说呢，如果今天才动工，表示过去2年什么事都没做，那就在养地咯那政府可以让民间企业养地吗？养你会养，我不会养吗？你把地养高了，将来不是把这个地价都带高了吗？所以郝龙斌认为说，新售如果坚持的话，一定会失败的啦因为你谁敢挡辉达，一定会粉身碎骨，因为大家都期待辉达在台湾，那台北市也希望辉达留在台北市。你如果阻挡了它到时候呢，就可能这个被大家吐口水那林维俊说，我们今天动土呢是合法、合规、合契约，也不是要挑衅你市政府，民不与官斗，挑你市政府干嘛呢？我跟市政府是伙伴关系我们要一起把辉达留下来，而不是对立的而且他说辉达也会付补偿金，已经说了付补偿金，不拿台北市政府的钱所以将来如果我们 T17、T18转给辉达，如果差什么钱，辉达会补那今天所有的议员都喊话说呢，他们不断恶斗，一定会两败俱伤，要好好的赶快解决这个问题那另外呢，这个说联合报说的说赖清德低估了辉达的，他不是只有一家他上下下，他像一个星群一样所以呢，台湾之盾说我们靠台湾之盾就能够抵挡，是夸大其词了来，亮君怎么看？我想星光人寿在 T17、T18，其实，在辉达这个还没有看上这一块地之前大概在争议上面就蛮多的。因为过去在台北市议会也针对这个地上权的案子，也有召开调查小组的会议，主要就是在说第一个新售取的这一块地的过程有问题，那以及说确实从他2021年得标这个地上权之后，到他2022年登记取得地上权，一直到现在，那2块地真的还是放在那边长草那今天早上呢，这个新售的动土开工典礼我真的也是觉得很荒谬了就是说你过去这几年都放在那里养草那你现在突然开工动土，那想要展现说，星光人寿其实在这里是有这样子开发的意愿跟意志的，那想要借此来说，那现在辉达看上这块地的，那如果之后大家真的想要拿这块地的话，可是我们也有很强烈的开发意愿，可是你不要觉得说你今天星光人寿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开工动土典礼，烧几炷香，然后有这样子的仪式，就让大家看到你开工意愿。你过去这段期间已经浪费了多少台北市的这个时间？过去3年这样子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本来有多少的产业潜力可以在这里开发的，那现在都没了。过去的这一些状况，依照在合约里面，其实真的台北市政府是拿他没有办法的这个其实我们在议会里面，很多不分党派的议员也都质疑说，过去这个契约里面订定的过程当中，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企业跟厂商来标到我们
地上权之后，他如果迟迟不愿意开发，到今天为止，台北市1块钱是都没有罚星光人寿的，因为罚不了，依照合约里面你没办法处理它。所以呢，星光人寿到现在就吃定台北市政府嘛。那他现在做了这个事情，他想要拿他开工动土了，他有这样子的开发意愿了，然后拿来做谈判杠杆，或者是挽救他的企业形象，我觉得大众也不会相信了。那现在大家当然都在帮蒋万安市长想办法哦。那真的是很希望台湾这个辉达能够落脚台湾这个 T17、T18哦。但是现在当然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在于说解约啦。那当然先前大家有讲到说新兴病会不会是一个解约的契机，亦或是说辉达跟新寿他们自己也谈好说，不管在补偿金的部分，这个辉达如果愿意支付的话，那台北市在合意解约上面就跟星光分手，剩下的部分那是属于辉达跟星光人寿之间的商业行为。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台北市政府也不会有图利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蒋万安市长该做的是，把所有的这个包含辉达、星光人寿哈，然后大家通通找来谈判桌上面，好好的谈了哈。那我觉得把大家找出来哈，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大家找在平台上面，然后也展现出台北市政府的立场。过去几年来，新寿你没有开发，不要想要借着今天早上的开工典礼，想要跟台北市民狮子大开口再拿多少的补偿金。那今天呢，当然这个林总经理也有讲到说，他们没有要跟市政府要钱，也没有要跟台北市民这个纳税人要钱，我很乐见。如果这个是新寿的态度，那我也希望就是这样，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解决。过去星光人寿的资本市足率在这个土地开发案上面，大家就觉得大有问题，你可能连开发的能力都没有状况底下，现在出现新的契机，拜托把 T17、T18还给台北市民，然后让台北市有机会成为一个 AI 的发展城市。那建议，其实台北市政府有2张王牌了，第一张就是新兴合并。那合约是根据合约，就是说，如果我不同意啊，你新收被星光金控并起来的，我是可以拒绝。这第一张王牌。第二张王牌啊，就是刚刚我们议会同仁也有讲到，他2022年啊，其实2月他就完成了地上权的设定，所以给他5年的时间开发，是到2027年的2月14号。所以呢，他过了3年半，这3年半根本你都没有开发，这个已经违反了合约精神了。所以也是可以主张合约。这2张王牌，台北市政府呢要好好的来使用。那今天早上的这个开工典礼，也正是因为这2张王牌，所以星光人寿呢，他就新寿就赶快去弄一个这个开工典礼。这是真的动工仪式吗？真的动工吗？其实没有。我在来上节目之前，我就问了建管处，他们在去年就已经拿到了建造。拿到建造，你真要开工的话，你必须送施工计划的。施工计划完之后，你要放样勘验，你才可以真的挖。但有没有施工计划？有没有放样勘验呢？没有。所以今天这个到底叫做什么？监管处说它就是一个内部仪式，好，这个仪式，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假开工，好，就好像说，我真的好像要来动了哈，但事实上你有没有施工计划？你有没有报监管处呢？什么都没有，所以监管处才说了，你真的挖的话，我就给你开发，是因为这样子的哦。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新寿在这件事上啊，真的过去3年半，你放着那块那么精华的地没开发，你不开发就把它让出来嘛。让出来给大家开，让出来给辉达用嘛。你不开发，你站着茅坑不拉屎，你放在那边，好，那你说你都不希望台北市政府给你1毛钱，但事实上在跟我们市府谈判的时候，这个副市长就讲了，他其实要多少钱？要107亿啊。好，那我们台北市政府算好了，其实合理是多少？32亿你已经缴给我们的钱，我们还给你，再加2.5% 的这个利息，这个算一算，那合理是多少？32亿还给你，然后我再加5到8亿补偿你，好不好？合理。好，就是台北市算出来的钱是这样，可是他要107亿，差别这么多，所以这根本是难上加难嘛。所以我劝是星光人寿真的是这个不要贪这么多钱啊，赶快让台湾的这个 AI 的这个总部辉达总部可以进驻下来，让我们台北发展起来。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产下动土第一产台新星光金控和新寿出招，在北市科 T17、T18举办动土典礼，强调有拿到连续币杂项执照，合法合规，不是什么挑衅，完全是符合法令规定。但北市府监管处未收到开工申报，不确定是否是假开工，而这段话让台新星光金控董事长林维俊非常不开心。请问台北市政府的哪一位
请你先去了解清楚。如果他是实质开工的话，比如说去试做导沟或是开挖地下室，令他停工，请他来补办手续。尽管处证实10月9号有发照，但必须申报，否则就是违法动工。但浩浩荡荡举办动土典礼，跟北市府是否合意解约协调尚未启动，解约金也没共识，还谈得下去吗？台北市政府我们的立场一直非常坚定而且一致希望辉达的总部能够顺利落脚台北。目前辉达他们也明确的告知，就是希望星光人寿跟台北市政府合意解约，由市府取回土地，透过专案设定地上权的方式来给予辉达。星光人寿从头到尾从来没有想要从台北市政府或者是台湾的纳税人这里拿任何的1毛钱。辉达既然要接受这个开发的未来的这个利益，当然我们会希望能够跟辉达来好好的讨论一下。不断强调绝不拿台北市跟纳税人任何1毛钱，但也不否认要107亿的解约金，只是说辉达愿意承受，但愿意承受多少钱都没说死。新售想要借由这个开工的动作，争取未来斡旋更好的条件。但很可能新售的如意算盘会适得其反。我想问题是出在新售嘛？我觉得新售出尔反尔啦。我是鼓励他说要再接再厉啦。叶律师。因为台北市政府已经发函给那个新售表示说希望是合意终止契约那当然新售当然是不同意合意终止嘛，但是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妥协的空间。新售一直在喊说是不是我们走这个契约，还有一个协调委员会我觉得台北市政府的确也可以考虑这个机制啦这可能是最快速在合约的机制内，双方各选出一些委员，然后去谈判讨论说如果要和解。如果要合意终止的话，给新售多少钱，然后下庄。那而且协调委员会的结论，如果台北市政府不接受的话，还是走诉讼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啦。可以双方先谈一下，因为大家现在都，我觉得其实刚刚我们在休息也在谈啦，就是说我觉得中央其实显然下手不够重因为我们有当过金融机构的律师就知道，金管会如果出手的话，这个星光金其实是不可能态度这么嚣张啦，对啊。对，我再补充一下，我也觉得这件事情第一个，我觉得因为新秀现在被星光金合并，所以呢，他现在主导者是星光金。我必须说星光金，我觉得他应该要体谅到他在这次事件里的企业形象。当然说，怎么辉达会有补偿金，但现在在估算，带补偿金8亿，可是你们现在是狮子大开口，要107亿。一个补偿金跟你要107亿，这中间实在差太多了。而且我老实说，我这边直接讲，星光金你每次都是这样子。当年你要并张营的时候，是不是也跟政府对干？对干了多少年呢？就是说我要就是一定要。企业形象还有整个的政府的政策跟大局，你们可以贪婪到这样的地步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央政府太过消极。现在本来说行政院一直在讲说愿意去这个来帮助这个台北市，所以我当时在我们的节目也说，其实我感受到的这一次并没有看到中央政府在这个扯后腿。但是我必须讲，态度太过消极。金管会怎么说？金管会说呢，因为呢，它有一个5年期，它是对所有保险公司。那你去买速订，你要开发，它有个5年期限，5年期限是包含你完工新建完工。他说，因为没有到5年呐，所以呢，好像现在也无计可施。你态度太过消极了嘛？就像刚才宪颖讲的，如果已经3年半，我请问这么大一块地，然后你现在还没有动工，今天本来就是假动工，他今天只要敢挖，台北市政府立刻可以罚他。为什么？因为你即便是你要动工要挖的时候，一定要先申请许可就是你的动工要申请许可，他根本没有申请动工，然后呢，今天又很奇怪，偷偷摸摸的来办这个什么开工典礼。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那个画面都是从上面这样子，这个画面从上面照下去，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所有重大的建设有是这样画面吗？因为呢，他这样偷摸，然后要做这个典礼的时候，把媒体全部赶出去，全部赶出去，然后自己做，那你到底要干什么？所以我
觉得台北市政府仍然有一些杀手锏。那么，而且新售之前，在台北市的这个标售地也有好几块地哦。我觉得你要这样子的跟台北市政府用这样的方式，好，这样子好像反正我今天呢就让你台北市政府不能跟我解约。你用这样强干的方式，第一个严重的那个破坏了你的社会倾向。第二个也严重的去阻挡了我们一个 AI 产业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台北市政府会硬起来。那么我觉得中央政府我特别提到金管会的部分也应该一起来，这才是真正的中央跟地方一起想办法为这件事情来解决办法啦。续下来回来。好，那么赖清德喊话说，在野党应该这个挺国安司法的修法哈。那国安司法、国际法了、国家安全法了、反渗透法了，10个法律了哈。那黄国昌是说，那治安法早就删读了哦，治安法你按照治安法来执行就好了啊，不一定要修国安司法啊。那另外呢，那民进党就发短影音说呢，这个以前啊，这个国民党都否认中共介选，这次你看有介选国民党的主席啊。那郝龙斌说希望所有抹黑到此为止哈。那昨天国安局局长蔡清彦是证实了，所有1000部以上的影片呢，在网络上疯传哈。那一半以上了，它不是一半以上在境外 IP 在境外哈。大家不要小看这境外，这很奇怪。当然，台湾也可能放到境外去。以前我们境外都是什么？都是诈骗集团才在境外。以前比如我们就被害了或者怎样哦，到警察去告，警察就哎呦查了半天，这个 IP 在海外不容易查哈。正常的像我们，你正常的你不会放到境外嘛？你放境外干什么？你没有这境外就是说一旦查了赶快下架，然后你追查没有办法追查啊，所以就是蛮奇怪，为什么放到境外呢？比如国民党主席选举，你支持谁或者你反对谁，这很正当当嘛。选举本来就有竞争嘛，为什么放到境外啊？那另外呢，郑丽文说呢，这个全身都被贴满标签了啊。那另外呢，今天有人说说国民党当时推了侯友宜选总统，那郑丽文劝郭台铭选，那郑丽文说太久了啊。那另外呢，这个郑丽文说不要往内互打了哈。好，那来徐普，你们民众党怎么看？你们也刚选过党主席的。我觉得就算我们在2月选党主席，那时候当然那个强烈的态势很清楚啦，但是还是都是难不了这个内部会有一些讨论啊，或者是说你们只有2个候选人，我们2个候选人。那当然那时候大家支持黄国昌主席的相对来说比较多，可是都免不了会有这样状况。那这一次看起来国民党主席的选举当然是竞争很激烈，不过我要看到这一次所谓的网络有介选这件事情啊，我必须讲说，我觉得对岸或是说海外的华人有没有关心国民党选举？有。那有没有企图想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去干预国民党的选举？我相信也有。可是后续到底是什么组织，或是有没有特定的人指使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要再确定清楚。不过呢，已经看到一些负面的影响了。的确看起来现在民进党就马上跟上这个议题，甚至他用赵先生这边的说法，就是说，你看赵少康也支持说这个国安法应该要赶快处理啊，渗透也很严重啊。然后你看到昨天赖清德就开始说国安10法这个我们一定要修，就明明已经这个8月的时候这个资讯安全法已经通过了，那另外还有很多相关的法规是民进党的召委他们自己不排审，然后说国安10法要，那今天又造谣了一个说什么今天有一个高院判一个马志威什么说改判说跟对岸反正类似有这个介入选举等等，他就说这是民进党的发言说。民众党的候选人马志威，然后黄国昌还帮他站过台，这完全是错误的。第一个，我们没有提名他；第二个，他早就被开除党籍了。可是现在看起来民进党他又透过这样子，就是说，你看吧，连这个蓝营都觉得国安渗透是非常非常严重。第一个要修法，第二个未来会不会所谓的数位中介法、反渗透法，在网络这边你境外管不到，然后你境内管得更严这件事情，我觉得未来或是现在看起来慢慢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叶律师，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这样想，就是到底这一次有没有境外的人
在企图影响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有嘛？好，因为的确包括国安单位看到，就是有1000多篇的贴文，我也看到有比较偏绿的朋友在写说，有特定的内容农场在9月开始大量的文章在介绍国民党特定的主席候选人，好引发一番风潮。所以如果在海外的，尤其是在对岸的人意图介入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我们可以接受吗？当然不能接受。那但是民进党要趁机来炒一波哦，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来蹭国民党党主席是大可不必啦哈。就是我们不希望中共介入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我们也不希望民进党来蹭。好，简单讲就是说，你今天民进党说要弄国安10法，大家为什么会没有什么回应？主要是因为你执法不公嘛。好，你民进党涉及到共谍的时候，30万就交保。国民党涉及到这个伪造文书，会被直接羁押个几个月。好，然后最后可能要1000多万才能交保。当你民进党执法不公的时候，谁敢让你再去修刑法，再科予这更重的刑责？到时候我有当事人，只是开一个旅行社，当初这个去进行相关的交流访问的业务，到最后也被起诉。好，相关的行程全部都报到这个陆委会，也报到国安机关，都审核过没有问题了，通通照行程跑，一样被起诉。如果是这样的话，谁敢把这样的权利再进一步更多的法规去做制定以后，把起诉跟侦办的权利交给民进党，这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我就回到这件事，就是说，国民党党主席选举，这是国民党的内部的政治竞争。中共也好，民进党也好，不要见猎心喜，不要在这边见缝插针，这是没有意思的。安仁泉。对啊，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就是说，从头到尾中共借选，不管是借哪个地方的选，然后这个借什么哪一个政党内部的初选，然后哪一次的这个基层跟中央选举，这部分我们当然都是非常的严厉的谴责，不希望他会这样做哦。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已经发酵好几天了啦哦。那我觉得他其实应该从2个层次去看它。第一个就是他对于这一次的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到底发挥作用了没啊？因为他事实上是因为党主席选举而来。那第二个就是说呢，如果说呢选举落幕了以后，他会持续性的，很多国民党人是担心说持续性的他会被民进党拿来作为素材、作为材料，反过来攻击国民党，就说你看吗？当初呢我说有，你都说没有，现在你自己说有了吧？那我觉得这2个层次我们分开来看啊，就是坦白讲，到现在为止，我今天中午刚好呢去帮忙主持一个网络节目，他们已经约好了来宾了，都是国民党里面的人，就是要谈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的哦。一个是这个桃园市议员黄敬平，一个是这个立委叶元之，那刚好都是来自于基层。我特别问他们基层的反应了哦。坦白讲，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觉得中共借选这件事情，就第一个当然就是网友的发声，代不代就算是大陆网友，代不代表中共中央？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他们发声或者去支持某一个人，那个人是被动的被支持，还是他主动的去串谋？这是第二件事情。那我是不太相信中共这个真正的网友就等于中共借选，我也不太认为说我们的候选会去跟中共串谋说，这个部分的话呢，你来帮我，未来我可能会投桃报李。那所以这些部分我觉得可能他都需要证据。那现在的话呢，蔡清燕就是我们的国安局长，比较特别的是，他去做了一些相关的调查，但他调查到某个程度，当然就撞墙了啦因为目前的刑法，尤其是这个国安相关的，并没有涉及到你可以去调查政党内部的选举。但是他说有一些，但有一些你说多不多呢？23个账号里面有200部影片，一半，那就代表12个账号。12个账号算多吗？就境外。那境外的话，你去查这一次的国民党的党员的结构，其实呢，8万是黄复兴之外，有1万是海外，所以会不会是海外热心的国民党党员呢？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这样的去分析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尤其我就说。我在主持的网络节目的时候，像黄敬明他就说呢，在基层，因为他是军校出身的嘛，他就说，其实对于一些黄复兴也好，或者对于一些军眷票或者一些什么退辅系统的，其实他们有点。我的意思说，事实上就选举策略来说，有点适得其反，就他们反而会觉得说，过去是民进党呢贴国民党标签，但是现在连党内自己可能都在做这样的一个怀疑他们认为这部分其实让他们可能会更痛心。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部分就党内的这个选举策略来说，会不会反而没有帮到这郝龙斌，反而呢让郝龙斌呢他必须要站出来，他也呼吁了说，所有的境外的抹黑所有的假消息就此为止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它的效应到底是会伤害郑丽文还是伤害郝龙斌？坦白说，也幸好48小时之后就要决定了啦我觉得这部分事实上是有这个我觉得其实未必对郝龙斌有利。
那第二个层次就是说，大家认为说，哦，那这样子的话呢，还不只是这个你没有影响到本来想要影响的选情，你反而还害民进党劫到枪了，未来会攻击国民党。这点我倒不认为这点我认为为什么？虽然他现在看起来见猎欣喜，不断的拿这个事情，然后呢，突然之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时候国安5法变国安10法了，突然加1倍了，真的，什么时候大家听过国安10法？不是国安5法的吗？突然间变10法了，就突然大碰轰。那当然他就你看吧，今天这个连赵先生都讲了但是问题是在于说，今天政党内部再怎么讨论，就算说有一些影片间接支持、直接证实，在没有证据之前，它的影响力都不会有过去，也不过才9月份，地方法院一审宣判，吴尚宇等人。这什么国安会的前资议委员，什么立法院院长办公室，什么吴钊燮办公室，这些人的共谍案，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严重。这些人其实你要说真正的什么中共介选，再怎么介选，再怎么去联络什么民意代表啦，什么选举都没有你去直接联络到公部门的官员。党工，然后呢，直接去交换资料来的严重。所以你今天要讲什么国安法、国安5法、国安10法，要扯他的修法，你不用扯到什么国民党内的选举，你自己本身就已经看得出来，确实台湾有些部分已经被渗透，而且是你自己本身的政府单位被渗透。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吴钊燮没有出来道歉之前，我觉得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好担心民进党来消费他的，因为其实他自己本身都没有做好这件事情。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接下来就是当国民党如果说党主席选举结束了，我相信这次我只能观察下来，不论如何，大家都希望这个相关的争执不要在选后留下裂痕，所以我相信，我也觉得应该会这个样子。不管是谁当选了之后，回过头来会尽快的弭平伤痕，然后呢清理战场。那接下来的话呢，对民进党来说，我相信他一定会把这个国安法拿作后续的这个立法院里面的这跟新的党主席之后所带领底下的这个在野党进行攻防。但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呢，他并不讨不到任何便宜。就这件事情这个大概牵涉到2点哈。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这是我发动的，其实不是我发动的。之前这个郝龙斌脸书讲说，境外有超过1亿元的这个网络在活动哈。那记者就在问说，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那就说就找到很多资料嘛，表示有这么多，那都很贵的哈。好了，2个，一个就是说你有没有直接证据？什么叫直接证据？就是你看到他给他钱，他去播，那这当然不容易嘛。但是你有这么多的网络是很多的，他们说很少，其实很多的光1个月就是我们开记者会那1个月的里面 ，YouTube 就有600部，我们查到就600部，600部呢，这个有这个就是我们找到了9个频道就有600部，比国安局还少，9个频道600部，多少人看，大家知道吗？210万，你说这接触少吗？而且网络经常是播出来以后呢，它可能就二字、3字、后字，然后这边传播，所以那个效果是蛮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 TikTok 就1790支那要不然就在海外，其中起码有200支是在大陆制作的。就是那你说这是什么呢？你说这不是想要干预台湾的选举吗？当然想要干预台湾的选举啊！这什么证据？这不是证据，什么是证据？数字会说话嘛？就摆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样子嘛。那你如果不看，你就假装眼睛瞎了，然后你不看那怎么办呢？第二个说，因此绿营捡到枪，以后呢绿营也可以说，以后呢以前都是绿营说老公介入，蓝营说没有，那以后呢绿营再说老公介入，蓝营没话讲。只要是大陆介入，不管是共产党、大陆的网民，我们都反对啊。我反对不是今天反对啊，我早就反对了。而且不是只有大陆介入反对啊，日本介入我也反对啊，美国介入我也反对啊，像是澳洲那个王立强介入我也反对啊，所有境外的不管你哪里来的要介入台湾选举我都反对。国民党应该这个态度啊，民进党反对，国民党就不能反对了。那民进党说不能吃大便，国民党就吃大便吗？国民党就不能说我也不要吃大便？你就民进党说我不吃大便，国民党说我不吃大便你怎么跟民进党一样呢？要看什么事情嘛，不管哪一党。蓝好绿也好白也好，对于境外的想要介入、想要影响台湾选举，都应该齐声反对的，不是这样子吗？而且你的选民是在台湾，你不要忘掉台湾2000万选民在台湾呢。你国民党想要继续执政，你只有诉求台湾的选民嘛。你如果少部分人，就是国民党那个，因为一共才33万党员嘛，20万是65岁以上，这样的结构
跟台湾的社会必须要合体，要你的党员的结构，就算你结构不一样，但你的想法也要跟台湾整个社会是一样的。如果你那个想法是不一样，那你2028怎么把政权拿回来？你们光每天还要把政权拿回，2028政权拿回来。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还认为说，哎呀，大陆介入很好啊，然后呢，大陆介入搞不好可以帮助国民党去打民进党啊。你有这样想法，你脑筋坏了。李登辉的那个时候记得吗？老共搞演习。就有不少蓝营觉得很高兴啊！你看共产党给民进党教训了，结果是怎样？李登辉大赢，你忘了这个事情了吗？侯友宜跟我选总统、副总统的时候，老共发了一个火箭载了一个卫星，民进党马上发那个警报，我手机都响起来。我那时候在嘉义这个游街，说老共发飞弹了。你知道，立刻国民党做民调，侯友宜跟我的民调掉6个百分点，所以。台湾的选举，不管境外谁都不要来干预，干预都是帮倒忙。如果国民党尤其是资深党员还想不通这一点，2028年你们光想要取回政权，我看希望是很渺茫的。一定要很清楚，台湾选民就在台湾，所有国民党的候选人也要最重要是要争取台湾的利益，争取台湾的主体性。除掉这个，你没有选票的。所以如果你像民进党，他只要做，你们为什么就有40%的选票呢？为什么就有40%选票呢？你会想到这一点呢？所以我一再强调，我不是今天在反对这个境外介选，大半年之前我也反对，我这边叫国台办不要干预啊，不要讲话啊。之前每次我都反对啊。台湾的选举，台湾人自己决定，不需要靠外来干预，也不需要靠外来的势力。休息再回来。